今天就把媳妇儿气跑了，咱老陈家的脸往哪儿放？你想打一辈子光棍吗？我回来了。前世就是在这个村口，我为了所谓的面子去借了高利贷，凑齐了这300块钱。婚后，赵翠花更是把我当成了提款机，疯狂补贴她那个赌鬼弟弟，最后甚至联合外人将我扫地出门，活活冻死在街头。呸！建国，我可告诉你，我家翠花可是10里8乡一枝花，能看上你是你家祖坟冒青烟。300块钱少1分，今天这人你就别想带走了。不结了，那太好了。陈建国，你刚才放什么屁？我说这婚我不结了。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既然不结了，赶紧把我之前给的800块彩礼，还有2头大肥猪的钱，一分不差的给我吐出来，少1毛钱，我现在就去镇派出所告你们敲诈勒索。你疯了？哪有彩礼往回要的道理？不退，今天不退钱，谁也别想舒舒坦坦的走。陈建国，你敢砸车？你长本事了是吧？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今天就是跪在地上求我，我也绝对不会回去。哼，求你？你当自己是金枝玉叶？说好800彩礼，临到村口变卦加300，还要钻石牌自行车。你们赵家这不是嫁女儿，是在卖女儿。这婚谁爱结谁结。老二，你发什么疯了？今天我单位的领导都在院子里坐着等吃席呢。你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我的脸面往哪儿搁？不就是300块钱吗？你先答应下来。大哥，你说的倒轻巧。咱家为了这800块彩礼，已经掏空了家底，现在要加300，你去哪儿弄？去借高利贷？你要是觉得脸重要，那你替我把这300块钱出了，把自行车买了啊！我哪有钱？我刚盖了新房，手头紧了。没钱你就闭嘴。行了，都别吵了，闹得像什么话？刘支书，您来的正好，您给评评理。我们一起白纸字定下的彩礼是800块，今天人到了村口，他们坐地起价。我陈建国虽然穷，但也不是冤大头，这婚我不结了。按照规矩和法律，这彩礼钱他们必须退还。你们这件事干得确实不地道，哪有接亲路上临时加价的？既然建国不结了，就把钱退给人家。退什么退？为了结这门亲，我家翠花准备了几个月，名声都搭进去了。这800块钱就当是青春损失费。哼，大强、柱子，麻烦你们跑一趟镇上，把派出所的同志请来，就说有人以结婚为名义诈骗我800块钱和2头猪，数额巨大，足够立案了。好嘞，建国哥，我们这就骑车去。妈，怎么办啊？我可不想被抓起来。给你，拿去买药吃吧。陈建国，你今天敢退我的婚，我保证你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大强、柱子，带上咱家的2头猪回家。作孽呀！老头子走得早，我怎么生出你这个倔驴？好好的一门亲事被你搅黄了，你以后可怎么办啊？彩礼钱虽然拿回来了，可这酒席钱不全打水漂了吗？前世自己就是被这种所谓的亲情和面子绑架，才走上绝路。妈，这200块钱就当是今天办酒席的亏空，我出了。刘支书，今天既然您在这儿，我也请您做个见证。我陈建国今天正式提出分家令过。老二，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把婚退了还要分家？咱爸留下的那几亩好地我还得种呢。就是建国，你这脾气也太冲了。你现在要分家，家里可没什么好东西分。我不跟你们争，家里的好田老宅还有剩余的钱都归大哥，以后妈的养老大哥也多担待，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后山半山腰那3间废弃的石头茅草屋，还有屋后那片没人要的石头荒山。从今往后，我自立门户，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建国，那后山全是石头和野草，连种庄稼都不行，你去那儿住不是去吃苦吗？支书，我心意已决，树挪死，人挪活，我靠自己这双手饿不死。这就是传说中的灵泉空间。赵翠花，大哥大嫂，你们等着瞧吧！这一世，我陈建国绝不再做任人摆布的窝囊废。有了这个灵泉空间，我要在这片90年代的乡土上活出个人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虽然身体恢复了，但肚子还是空的。刚才在堂屋签下分家文书后，走得急，连一床御寒的铺盖和烧水的锅都没拿。这秋天的后半夜寒气重，石头茅草屋四面漏风，没有被褥根本熬不过去。建军，那后山全是大石头，连根正经庄稼都种不出来。老二去那儿不是等死吗？不过这样也好，家里的5亩水田全归我们了。等明年开春，我们多包点地，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老二就是脾气太倔，今天为了300块钱把婚退，还闹着分家。等他在山上饿得受不了了，自然会低头回来找我们。前世自己累死累活供大哥上完中专，又把家里最好的房子让给他们结婚，换来的却是自己落难时的冷眼旁观。这事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大哥大嫂，我回来拿我的铺盖卷和农具。建国，分家文书上可写得明明白白，家里的粮食、农具和钱全归你大哥养老用。你现在回来拿东西，不会是反悔吧？大嫂放心，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分都不会拿。我只拿我盖了5年的破棉被，还有一把生锈的开山刀，和一把磕掉了边的旧腿锅。老二啊，山上的日子不好过，
你要是现在认错了，跟大哥服个软，这分家文书我就当没签过。大哥，一口唾沫一个钉子，我陈建国家既然签了字，就认了。以后你们过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建国，你这脾气像谁呀？你大嫂平时就是抠搜了点，不过也是为了这个家，你连一口粮食都不带，你这是要去山上喝西北风吗？妈，这200块钱是我给你的养老钱，你自己留着买点好吃的，别全贴补了别人。以后的日子你自己保重，大哥大嫂会好好孝顺你的。是野生红菇，居然有这么一大片。90年代初，野生红菇物以稀为贵，号称南方红参。在县城的饭店和药铺里，这东西能卖上天价。哈哈哈，好家伙，这灵泉水简直就是打猎的神器啊！小兄弟，你这筐里装的是极品野生红菇。王经理好眼力，今早刚从深山老林里采的，不仅个头大，品相也是1等1的。这还有一只活蹦乱跳的野兔，7、8斤重，用来招待贵客，绝对有面子。好东西，真是好东西！现在这个纯野生的红菇可不好找了。小兄弟，你开个价，这些东西我全包了。红菇算你10块钱1斤，这里一共5斤。野兔算8块钱1只，一口价58块钱。58就58，小兄弟爽快！以后有了好山货，直接送迎宾楼来了，我老王全收了。老板，给我来2斤大肥肉，再来10斤富强粉。建军，这肚子里没油水，干活都没力气。老二今天去了后山，估计连野菜都得吃，说不定明早就饿得跑回来求我们施舍了。这是谁家在炖大肉？这香味怎么是从后山飘下来的？那破石头山上，除了被赶出去的陈建国，还能有谁？不行，这绝对是肉味儿，还是上好的五花肉。老二被我们净身出户赶上山，他哪来的钱买肉？我去看看。我也去。他既然有钱买肉，说明手里还藏着私房钱。我们可是分了家的，他背着我们吃独食，门儿都没有。走上山。哎呦，建国啊，大嫂就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这大块红烧肉得花不少钱吧？这肉香味儿飘得满村都是呢。老二啊，你这就不懂事儿了，买了肉也不知道端下山去孝敬孝敬妈。正好我和你嫂子还没吃饱。大哥大嫂，我没记错的话，昨天中午我们可是当着老支书的面，白纸黑字签了分家文书的。分家的时候，大嫂亲口说的，家里的好良田存粮食全归你们了。我陈建国净身出户，连粒米都没有草宅带出来。怎么，昨天刚说好的各过各的，今天闻着肉味儿就找上门了？建国，你这话说的，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再怎么分家也是一家人啊！你吃大肥肉，让你亲哥亲嫂子干看着，这传出去，村里人不得戳你脊梁骨啊！我陈建国的肉，宁愿喂给替我守门的狗，也绝不喂给那些白眼狼。大哥大嫂，这是我的地盘。现在，请你们从我的荒山上圆润的滚下去！你竟然拿我们跟狗比！陈建国，你太绝情了！不就是几块破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别得意太早，你那点钱迟早花光。就你这破石头山上，连根草都长不出，有你哭的时候。走！这黑土竟然能加速植物生长，再加上这灵泉水的滋养，这哪里是种蘑菇？这简直就是种金子啊！如果把这片黑土地全部种满这种极品红蘑菇，按照今天王经理给的10块钱1斤的价格，这一茬收割下来，少说也能卖上大几十块钱。这对普通农户每年几十块的收入，简直是降维打击。有了这个灵泉空间，我陈建国绝对能在这大山里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妈，陈建国那个混蛋居然真的把彩礼要回去了，我现在成了全村的笑话，以后还怎么嫁人啊？呸！一个穷光蛋装什么大尾巴狼？我打听过了，他昨天一回去就跟他大哥分了家，被赶到后山那座鸟不拉屎的石头山上去了，连床破被子都没带走。真的？哼，活该！就他那窝囊样，去了后山不出3天，又得饿得下山讨饭吃。到时候他就算跪在我们家门口求我，我也绝对不看他一眼。哎呦，金花翠花，你们还坐着呢？你们听说没？出大新闻了，倒的还能有假？有10斤白花花的富强粪，还有足足2斤大皮肉呢。听说他在深山里挖到了稀有药材，卖了好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不可能！他那个窝囊废怎么可能一天赚几十块钱？那肉本来就是应该买给我的，那钱也是我的。哎呀，翠花啊，不是婶子说你昨天为了300块钱闹退婚，人家转头就赚了50-60块。这要是没退婚，那白面大肉不都进了你的肚子吗？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哟！妈，陈建国这个混蛋肯定是提前知道山上能发财的，所以昨天才想退婚，想甩掉我吃独食。好他个陈建国，心机这么深，
翠花，你毕竟跟他定过亲，你的名声都毁在他身上了。他发了财，怎么也得分我们家一半。妈，你放心，陈建国那只舔狗，我现在就上山去找他，只要我给他个好脸色，服个软，他保证乖乖的把钱和肉双手奉上。秀秀，你怎么上山来了？天都快黑了，山路不好走。建国哥，我听村里人说你昨天退了婚，还分了家，什么口粮都没带就上山了。我爷爷说人是铁饭是钢，这石头山上连口野菜都难挖，怕你饿着。这是我自家烙的几个杂粮饼子，你别嫌弃。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在全村人都看我笑话，连亲妈亲哥都生怕我占便宜的时候，只有这个无血缘关系的女孩，顶着被村里人闲话的风险，偷偷爬上山来给我送一口吃的。以前我被榨干，只有林老中医给我看病不收钱。秀秀给我送过红薯，只可惜前世她被恶霸逼婚跳了洛桑河。这世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绝不会再让那些悲剧重演。秀秀，谢谢你，也替我谢谢林爷爷。这个饼子我收下了，以后我一定会混出个人样，绝不会忘记你们祖孙俩的恩情。建国哥，你别这么说，你能振作起来就好。那我先回去了，爷爷还在家等我熬药呢。等等。哎呦喂，我当是谁呢？大白天在这荒山野岭的拉拉扯扯，原来是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我说林秀秀，你这平时看着老实巴交，三脚吹不出一个屁来，怎么背地里这么会勾搭男人啊？拿几个破烂高粱饼子就想跑到这山上来发骚，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穷酸样！你胡说，我没有，我只是怕建国哥饿肚子，来给他送点吃的。赵翠花，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你要是再敢对秀秀满嘴喷粪，别怪我不客气。陈建国，你吼什么吼？我今天可是屈尊降贵，主动上山看你的。行了，看在你这么有诚意，还知道买肉孝敬我的份上，昨天退婚的事儿，本姑娘就不和你计较了。你把这碗肉给我端回家，再把今天卖山货的几10块钱交给我妈保管，咱们这亲事还能继续算数。陈建国，你敢打我？秀秀，你给我送饼子，我请你吃大肉，这肉你端回去，给林爷爷好好补补身子。建国哥，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拿着，这是你应得的。比起你雪中送炭的恩情，这碗肉算得了什么？陈建国，你是不是疯了？你宁愿把这肉给一个外人，也不给我？我可是你没过门的媳妇。没过门的媳妇，赵翠花，你是不是有健忘症？昨天在村口，是你亲口逼着我加钱，也是我亲手砸了拖拉机退婚，我们俩现在1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好，陈建国，你有种，你护着这个野丫头是吧？我们走着瞧，我看你这几块钱能嘚瑟到什么时候？等你饿死在山上，我看谁管你。秀秀，别怕，那种人只会欺软怕硬。以后他敢在村里欺负你，你来告诉我，我替你收拾他。从小到大，因为家里穷，我没少受村里人的白眼和欺负，还从来没有人像建国哥这样，像一座山一样挡在前面，将我护在身后。建国哥，谢谢你。行了，别跟我客气了，这饼子我留下了，肉你端回去。天快黑了，我送你下山。这生长速度，外面少说要几个月才能长出的极品红菇，这里面过了1个晚上就彻底成熟了。这黑土加上灵泉水，催熟速度起码是外面的10倍不止啊！红菇虽然值钱，但毕竟体积大，不好好长期保存。如果能弄到最贵重的野生中长药种子或者幼苗种进来，比如人参、灵芝、何首乌那样的价值，可就不是几百块能打住的了。建国哥，你怎么这么快下山了？秀秀，林爷爷在家吗？我寻思着光靠挖蘑菇不是长久之计，想跟着林爷爷进深山去认草药，碰碰运气。建国啊，你昨天护着秀秀的事儿，他都跟我说了。你小子现在算是脱胎换骨，多了点男子汉的担当。进山采药是个苦差事，也讲究机缘。你既然肯吃苦，那今天就跟着老头子我进山转转吧。谢谢林爷爷，您放心，脏活累活全交给我。爷爷，建国哥，深山里湿气重，路滑，你们千万要小心啊！建国，你看，这叫柴胡，叶片像竹叶，开黄花，退热疏肝是好东西，但在药铺里只能论斤卖，不值大钱。建国，咱就在这附近转转吧，前面太陡了，再往里走不安全。林爷爷，你先在这边歇着，我闻到悬崖壁好像有点药材的味道，我过去看一眼。那你小心点，千万往悬崖边凑。五匹叶，红棒槌，这是野山针。林爷爷，你快过来看看，我好像发现宝贝了。老天爷啊，五匹叶带红狼肠，这炉头，这皮色，建国，你发财了！这是一株100年野山针啊！老头子，我在这大山里采了一辈子药，也只在年轻时见过一次这么极品的宝贝啊！林爷爷，你指挥，我来挖。这东西金贵，绝对不能伤了根须。
建国，收好，这宝贝千万别在村里露白，匹夫无罪，怀璧其讳呀。哟，这不是林老头吗？今天又进山寻我什么破草烂根了？拿来看看。今天本老板心情好，5块全收了。刘老板，这个价我不卖，我自己去前面镇子里的国营药店卖。给脸不要脸是吧？在这镇上，我刘大帮说5块钱，没人敢出6块。去，把那老子老东西的背篓给我抢过来！哎呦，断了，放手！光天化日下强买强卖，你们这是做生意还是拦路抢劫？你是个什么东西，敢管老子的闲事儿？我告诉你，今天这老头的药老子收定了，你要是识相就赶紧滚蛋！等会儿，你怀里藏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刘老板，这东西你看不看都没用，因为以你的身家，你买不起。好狂的口气，在这地界上就没有老子买不起的药。你们俩一起上，把那小子怀里的红布包给我抢过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稀罕玩意儿。不自量力！刘老板，还要看吗？你别乱来，我可是镇上。我管你是谁，做生意就按规矩来。以后再让我看到你欺负林爷爷，或者强买强卖，就不是挨打这么简单了。林爷爷，我们走。这镇上庙小妖风大，装不下咱们的珍宝贝。我们现在就去县城，找真正识货的大老板。妈的，这小子怀里绝对是价值连城的极品药材。去县城，老子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命把钱带回来。这2位大爷是看病还是抓药？看病去左边队列，抓普通草药去后院的收购处。我们不看病，也不卖普通草药，我们配一株生长年份的野山参，想请掌柜长眼。小伙子，别开玩笑了，这年头深山老林都快被翻遍了，哪儿还有什么野山参？5匹叶、带红榔头、铁线纹、珍珠疙瘩全在。如果回春堂连这眼力见都没有，那我们就去对面的济世堂。小伙子，好大的口气！我是这回春堂的掌柜，要是真品，我回春堂照单全收；要是拿假货消灿我这门槛可不好迈。老天爷，真的是5匹叶！这铁线纹的深度，皮老纹身，须长如龙。赵掌柜，东西你看了，既然回春堂识货，那就开个实诚价吧。小兄弟，你这参品相极好，是难得一见的吊命神药。这样，我给个实诚价2500块，你在这县城随便打听，绝对没哪家出的比我高。3000块，少1分都不卖。这野山参如果放到省城拍卖，或者结交达官名人，你得到的好处绝对不止这个数。好，小兄弟好胆识，3000就3000，这参我回春堂要了。林爷爷，这参是我挖的，但路是你带的，你要是认我这个后辈，就收着。售货员同志，这辆多少钱？这可是名牌货，要180块钱，还得要自行车票呢。你们有票吗？没票，这10块钱给你找人调剂票的辛苦费，能买不？能，小伙子真痛快，马上给您办手续。来100斤精白面，50斤大米，20斤大豆油，再来10斤上好的大后腿猪肉。哎呦我的老天爷，那不是陈家老二建国吗？我没眼花吧？他骑的那28大杠还是崭新的。你们看他车座后面那么大袋的白面大米，还有那一大块肉，我的亲娘，这是抢银行了吗？我这个乖乖，永久牌自行车，这么多白面大肉，老二你在哪儿发大财啊？建国，你发财了怎么也跟家里说一声？快，把车子推回老宅去。这自行车正好我明天去镇上开会骑，还有这些米面和肉，赶紧拿去厨房，让你大嫂今天晚上包顿饺子，我们一家人好好庆祝一下。拿开你的手，这车漆是新烤的，弄花了你赔得起吗？老二，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你亲大哥，吃你点面，骑你个车怎么了？大哥大嫂，你们不是脑子不好使吗？昨天我们已经分家了，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净身出户，老死不相往来。昨天我饿着肚子上山，你们连一口剩饭都不肯给我留。今天我陈建国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车，吃自己的肉，跟你们老陈家有半毛钱关系吗？建国，分家归分家，可你是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你赚了钱，连亲妈都不孝敬了，你这是大逆不道！拿孝道压我！我昨晚下山，亲手给了妈200块钱养老费，那是卖药换回来的钱，全村人都可以作证。以后妈的养老按规矩是你们厂房的事，
如果你们不孝顺，我不介意请刘支书来评理。建军啊，你们两口子做事太绝了，现在眼红人家建国发财，晚了。就是把财神爷往外推，活该你们吃粗粮。秀秀，昨天你给我送干粮的恩情，我记着。这块肉拿回去跟林爷爷补补身子。这纱巾，我看城里的姑娘都在戴，觉得挺适合你的，就顺手买了一条，拿着。建军，你还有心思睡得像死猪一样？你弟弟今天在全村人面前出尽了风头，连林老头家那个穷小子都吃上大鱼肉了，我们俩反倒在这啃窝头，你咽得下这口气吗？咽不下又能怎么样？分家文书都签了，老二这小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肯定是找到了长满名贵草药的宝地。可腿长在他身上，我们还能去抢不成吗？怎么不能抢？我今天下午在山脚下偷偷看过了，老二那个破茅草屋的院子里还晒着好几筐药材呢。不仅如此，他还用藤条编了个笼子，里面关着好几只肥大的野鸡，那可都是钱啊！翠萍，你想干什么？那可是去偷了，万一被抓住了，我们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呸！瞧你那点出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老二睡得死，他那破院子就一圈烂栏杆，防得住谁？再说了，我是他亲嫂子，他还敢把我派出所？你在这边拿麻袋上去，只要顺走一半，我们明天就能去镇上卖了换肉吃。王翠萍，白天要不到，半夜就来偷。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找不痛快，那就别怪我给你长长记性了。大黑、二黑，去，别真咬伤了，把他给我逼到那棵老柿子树上去，叫得越大声越好。发财了，发财了！老二这个败家子儿，这么多好药材就这么随便扔在院子里。等我把这些药和那几只野鸡都拿走，看你明天还怎么嘚瑟！哪来的野狗？救命啊！建国，陈建国，快出来管你的狗！你嫂子要被咬死了吗？救命啊！抓贼呀！大家快来呀！后山遭贼了，有人来偷东西了！你胡言乱语什么？是我是你大嫂翠萍啊！你快把狗叫走！我大嫂？我大嫂现在应该在老宅睡觉呢，哪有大半夜跑来荒山野岭偷东西的嫂子？这分明就是不知廉耻的女飞贼！大黑、二黑，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快，后山建国家遭贼了！这贼胆子也太肥了，抄家伙，打死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建国，贼在哪儿呢？抓住了没有？支书，你来的正好，这贼被我家狗逼上树了，不仅偷了我半毛袋的名贵药材，还想偷我抓的野鸡，被抓了个现行。我的亲娘，这不是建国他大嫂王翠萍吗？大半夜的，大嫂跑到小叔子的院子里偷东西，这事儿也太不要脸了吧！哎呦，你们看地上那个麻袋，装得满满当当的，这心机可真够深的。大哥，既然你在，那你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昨天我们刚签了分家文书，说好老死不相往来。今天半夜，你老婆就提着麻来偷我这个弟弟的救命钱，这就是你作为长兄的做派吗？老二，这都是误会。你嫂子她可能是梦游，对，梦游，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真他妈梦游！梦游还知道提个麻袋吗？还能准确找到草药和野鸡？建军啊，你们两口子眼红人家建国发财，也不至于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下作事吧？陈建军、王翠萍，你们两口子太不像话了！建国自己上山吃苦，好不容易赚了点钱，你们不帮忙就算了，还来落井下石！王翠萍，你给我滚下来！没法活了，我没偷啊，我就是来看看我弟弟过得好不好。你们都好好掐我一个妇道人。用麻袋我的草药看我，王翠萍，人证物证俱在，你再撒泼打滚也没用。今天也就是看在妈的面子上，我没直接报警，不然就这半袋草药的价值，够你去镇上蹲半个月的炸子了。老二，千错万错都是你嫂子的错，哥给你赔不是了。你看在咱们兄弟的份上，这事就算了吧。算了，可以。但我陈建国今天把丑话放在前面。刘支书，各位乡亲，大今天都在场，有所见证下了。明天我就去镇上城隍甩铁丝网，把这半座山全部围起来。从今往后，这就是我陈建国的私人领地。谁要是再敢不打招呼，半夜翻墙进来，我一律当成贼来打。到时候打残了，被狗咬了，送去派出所。别怪我陈建国翻脸不认人。建国叔说的在理，亲兄弟明算账。既然分了家，私人财产就受保护。建军，赶紧把你这丢人现眼的媳妇领回去吧。这么早来找叔，有啥事儿？是不是昨晚你大嫂偷东西，你心里还有气吗？放心，叔今天开大喇叭，全村批评他。刘支书，我大嫂的事儿翻篇了，我今天来是干正事儿的。我想把后山那整座石头黄山和山脚下那片连着村道的荒地全部承包下来。啥？建国，你发议政了？那后山全是大石头和杂草，种啥死啥，承包它。还有承包整座山，再加上山脚那5亩荒地，承包费可不是个小数目。刘支书，这里是整800块现金，按照我们镇上的荒山承包价，1年15块钱。这800块，我直接买断后山和山脚那块荒地30年的承包权。今天就在这里，我们白纸黑字签合同，盖公章。好小子，
有魄力。既然你认准了，叔今天就给你办手续，盖了村委会的红大印，去镇上备了案。以后这30年，那座山就是你陈建国的私人产业，谁也无权干涉。老天爷啊！这谁家要盖房子？全是大红砖，连一块土坯都没。看那水泥和钢筋，这架势是准备在村里盖皇宫了吗？师傅们，砖头码在左边，水泥盖上防水布放右边，动作麻利点儿。中午我请大家吃大肉。建国老板，你这图纸做北绝了，4室2厅带大院子和独立卫生间，还要拉起3米高的红砖围墙，这哪是农村盖房，这简直比县委大院干部的家还要现代呀！张师傅，钱不是问题，但有一点。用料必须最好，进度必须最快。除了你们专业干活的，打下手搬砖和泥的活全从我们村里招。1天2块钱工钱，外加中午管1顿饱饭，有肉有白面。1天2块钱，哎，还管白面大肉。建国，算叔一个，叔力气大，能扛200斤水泥。建国哥，让我干吧，我搬砖贼快。大家排好队，别挤。建国哥说了，肉管够，馒头敞开吃，痛快。这辈子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工地饭，建国仁义啊！就是，以后谁敢说建国一句坏话，我第一个跟他挤。哎呦，建国哥，你累不累呀？建国哥，你看你盖这么大的房子也不跟我商量。我知道你盖这么大的红砖房，4室2厅，肯定是准备给我们俩结婚用的，对不对？我以前不懂事，妈也说我了，那300块钱下车费我们不要了。我今天特意熬了鸡汤，快来尝尝。赵翠花，你出门前是不是忘了洗脸，把脸皮都给洗没了？建国哥，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家可是主动来求和好的呀。和好？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谈和好？昨天退婚的时候，你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今天看我盖大砖房了，你又像狗皮皮膏一样贴上来，你真当我陈建国是收破烂的？陈建国，你少得便宜还卖乖！除了我，全村哪个黄花大闺女愿意嫁给你这个泥腿子？你盖这房子难不成不是为了娶媳妇儿吗？哼，当然是为了娶媳妇儿。我陈建国盖这套大房子，就是为了让我未来的媳妇儿住得舒坦。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你这个见钱眼开的势利眼，而是秀秀。建国哥，你瞎说啥呀？好，建国爷们儿！林秀秀，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算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挑男人！大黑、二黑，记住他的味道。以后只要他敢靠近这片工地半步，直接给我赶出去！赵翠花，马上给我滚！别脏了我新房子的地基！秀秀，刚才事急从顺，拿你当了挡箭牌。不过那话也是我的真心话，等这房子盖好了，最大的那间主卧留给你，你愿意做这红砖大瓦房的女主人吗？建国哥，只要你不嫌弃我笨，我愿意。怎么回事？谁把路堵了？喊什么喊？给我把车熄火！今天没有我彪哥的点头，这大李树村一块砖头也别想运进去。赵醉花，看来那天大黑和二黑没咬你，你是真记吃不是记吃啊？怎么今天带了几个阿猫阿狗，又来我的工地上找不痛快？彪哥，你听听这个泥腿子多猖狂，他不仅欺负我，还根本没把您这个镇上的老大放在眼里。您今天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你就是陈建国，听说你小子最近发了点横财，在这儿盖全村最大的红砖房，挺风光啊。风光谈不上，花自己的干净钱盖自己的房子，天经地义。倒是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堵路拦车，想干什么直接滑下道来吧。行，是个痛快人，那老子就明说了，你的拖拉里树村这儿的土路是我流标了老子的路，就得交修路费和保护费。看在你是初犯的份上，拿1000块钱出来，今天这事儿就算烂头你拉走。要是拿不出1000块钱，老子今天不仅砸了你的车，你那刚打好地基的房子，老子也给你平了。刘老板，这路是国家修的村道，哪有收保护费的道理？大家都是赚点辛苦钱，你这要价也太黑了吧！老东西，有你说话的份吗？张师傅，哟，这穷乡僻壤的，还有这么水灵的姑娘呢。陈建国，你要是拿不出1000块钱也行，让这小丫头陪哥哥去镇上喝杯酒，这保护费我就给你免了，怎么样？找死！拿脏嘴侮辱秀秀，你今天算是把路走绝了。好，敢打彪哥，兄弟们并肩子上，废了他！建国小心！
收保护费收到我陈建国头上了。你以为现在还是旧社会，可以任由你们这些流氓地痞草菅人命称王做大？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仅要打你，还要让你知道什么是规矩。大哥，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保护费我不要了，这路你随便走，你放我一马吧。大强，骑上我的2帮大杠，立刻去镇派出所报案，就说有带有黑恶性质的团伙在工地持械勒索，金额巨大，涉嫌抢劫，让王孙小种亲自带人来抓。好嘞，建国哥，我这就去。陈建国，你敢报警？我告诉你，我进去了，我外面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我陈建国做事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你报复。你们这种社会的毒瘤，留着也是祸害老百姓。今天我就为民除害，送你们进去踩缝纫机。建国哥，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是刘彪他自己非要来要钱的，我是被他逼的。你跟警察说清楚，别把我也抓进去。赵翠花，你真让人恶心。你不是喜欢找有钱有势的靠山吗？现在你的靠山要进局子了，你不打算陪他一起进去送饭？你放心，公安同志眼睛是雪亮的，你这种从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小子，这身手可以啊，建国。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这刘彪身上背着好几起敲诈勒索和故意伤害的案子，我们正到处抓他呢，没想到被你给端了。王所长，警民合作是应该的，这里所有干活的乡亲都能作证，他们今天持械上门勒索1000块钱，这事儿就麻烦公安同志处理了，绝不能让这种恶势力再祸害乡里。放心，证据确凿，持械勒索金额巨大，这回没个7、8年，他别想出来。我不去派出所，我没抢劫，我是大梨树村的人啊！放开我！呸！不要脸的下贱东西，居然勾结外村的流氓来祸害自己村的人，真是报应！这种女人就是活该蹲大牢。建国哥，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秀秀，告诉大家，专进场了，今天中午的伙食加倍，咱们这就把大瓦房风光光的盖起来。哎呦，林老爷子，这病得可不轻啊！这要是再拖下去，怕是大罗神仙也难救喽。钱宝财，你来干什么？我家不欢迎你。秀秀啊，你这话说的，我可是听说你爷爷急需500块钱救命，特意来给你送钱的。你看，这整整800块钱，只要你点个头，答应嫁给我钱宝财做田房媳妇，这800块钱马上就是你的。你爷爷住院的钱，以后我全包了。你做梦！我林某人就是病死，就是咽了这口气，也绝不会把孙女往火坑里推。你给我滚出去！老东西，别给脸不要脸！这个10里8乡，除了我钱宝财，谁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你以为陈建国那小子能帮你？他现在正忙着盖房子呢，哪有闲钱管你们这破事儿？秀秀，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不答应，你爷爷今晚就得咽气儿。你休想！钱宝财，趁火打劫欺负一老一弱，你也算个男人？我陈建国的女人，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儿大放厥词？陈建国，你少在这儿充大尾巴狼！林老头急需500块钱救命，你拿得出来吗？没钱就赶紧滚蛋，别耽误我娶媳妇儿！哼，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里是整整2000块现金，不仅够林爷爷去省城最好的医院看病，就算把医院的特护病房包下来，也绰绰有余。拿着你的臭钱，立刻给我从林家滚出去！以后再敢踏进大芦树村半步，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滚！建国干得漂亮，这老光棍真是想屁吃。就是，也不看看秀秀跟建国是什么关系，居然敢来拔老虎须。林爷爷，您别着急，我已经在镇上雇好了汽车，就停在村口。大强，赶紧过来搭把手，用门板把林爷爷抬上车，马上送县人民医院。建国哥，你又救了我们家一次，这钱我以后当牛做马也会还给你的。傻丫头，说什么还不还的？我今天来可不是借钱给你的，我是来提亲的。兄弟们，把东西抬进来！老天爷车，私人机机械表 K 婚，这是明式的3大件啊！我的亲娘嘞，这得花多少钱啊？全村就算又不有其这么崭新的3件啊！建国对秀秀可是下了血本了，这才是真男人啊！秀秀，在我陈建国最穷困潦倒，被亲人赶出家门的时候，是你冒着被骂的风险，给我送去了那几个杂粮饼。这份恩情，我陈建国刻在骨子里。我今天带着3大件，还有这2000块钱的彩礼，当着林爷爷和全村乡亲们的面，正式向你提亲。以后，
只要有我陈建国一口干饭吃，就绝对不让你喝一口稀粥。你愿意嫁给我，做我陈建国的媳妇儿吗？好孩子，建国，爷爷信得过你。秀秀交给你，爷爷就算是现在闭眼，也瞑目了。建国哥，我愿意嫁给你。陈建国，你竟然为了这个狐狸精花这么多钱，那原本都是我的，都是我的！秀秀，等爷爷的病在县城治好了，咱们的红砖大瓦房也该落成了。到时候我要在村里摆上3天3夜的流水席，让你风风光光、堂堂正正的成为咱们老陈家的新媳妇儿。我的亲娘，老天爷嘞！这怎么可能？建国哥，建国哥，出大事儿了！哼，建国哥，你这是用了啥神仙法术啊？那石头山上居然能长出那么大的苹果，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一切当然是全靠我每天半夜偷偷将灵泉水浇灌荒山。灵泉水改良了黑土，不仅压缩了数十倍生长周期，品质也极高。大呼小叫什么？山上的果子熟了是好事，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待会儿有县里的大老板要来收货。老天爷，是桑塔纳轿车，还有2辆大卡车，这是冲着后山去的。难道是建国国种的那些果子招来了城里的大老板？我的个乖乖，这香味儿绝了！好，太好了，皮薄肉脆，汁水甜的像放了蜜，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苹果。就算放在省城的高档百货大楼里，那也是抢手货啊！陈老板，神人啊！这片山里的果子和草药，我孙某人全包了。苹果、梨子丸市场最高价的5倍，1块钱1斤收。那些草只要品质和之前一样，我统统按特级品的价格打包。你开个价。孙总爽快，但漫山遍野的果子和草药要今天全部装车，可不是个小工程。我这人做事讲究规矩，你要是全包，先付5000块钱定金，货装完一把结清。没问题，5000就5000。陈老板，那咱们赶紧找人摘果子吧，这要是耽误了鲜度，可是暴殄天物啊！各位大路树村的父老乡亲，我陈建国当初被分家种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大家帮我盖房，帮我拉围墙，这份情我陈建国记在心里。今天我后山大丰收，卡车就在这儿等着，我需要80个人帮我采摘果子和草药，只要是手脚干净、干活麻利的，我按斤结，采1斤果子我给5分的提成。今天天黑前当场发现金。建国哥，我不仅手脚把麻利，我还自带扁担和竹筐。大家不要挤，在建国哥工地上干过活的优先排队，领了竹筐的来我这里登记名字。建军，你快去啊！1天10块钱呢，咱们2口子一起上，1天就能赚20。老二既然带村人赚钱，总不能不带哥亲嫂子吧？老二啊，你看这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这缺人手，我和你嫂子义不容辞啊！我们不要筐，我们直接拿麻袋上去。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建国你放心，嫂子干活绝对是最快的。大哥大嫂，我看你们是记性不太好，既然你们忘了，那我就当着全村人的面再提醒你们一次。当初分家断亲，可是你们白纸黑字签的字，我说过，从此以后我陈建国的死活不用你们管，我赚的钱也跟你们没有1毛钱关系。今天我就是把这钱撒进落水河里听相，也绝对不会让你们赚走1分1毫。你这心也太狠了，你让全村人赚钱，唯独把亲哥排除在外，你这是存心让我们在村里抬不起头啊！抬不起头，那是你们自作自受。当初是谁在我被退婚时冷嘲热讽？是谁半夜3更提着麻袋来偷我的草药？现在看我发财了，想来分一杯羹，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大黑二黑，将他们从我的地盘上赶出去！活该！这2口子就是见钱眼开的白眼狼。建国做得对，赶紧走吧，别耽误大家伙赚钱。陈老板，一共是12000斤果子，加上特级草药，扣除定金，尾款整整28000块，你点点。乡亲们，今天大家都辛苦了。秀秀念名字发钱。李大强320斤16块钱。谢谢建国哥，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张婶210斤10块0毛5毛。王婶260斤13块钱。建国啊，从今往后，你陈建国就是咱们全村的骄傲。谁要是敢跟你过不去，我老头子第一个拿烟袋锅敲碎他的脑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陈建军，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这3000块钱，这栋老宅子我们就直接收走抵债了。哎呦，我的老天爷院子，卖给我们的全是死树苗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当初眼红人家陈建国赚大钱，偷偷拿这老宅子抵押借了我2000块，多硬气啊！我真该死啊！贪便宜买了一堆刷绿漆的废树苗，10亩地全完了，血本无归啊！利滚利！现在你们既然还不了3000块钱，那就少废话，
全都给我搬空！建军啊，你这个败家子儿啊，那是你爸留下的老宅呀！你把房子抵出去了，你让我这把老骨头住哪儿去啊？妈，翠萍别哭了，咱们还有救。老二有钱，他手里至少有2、3万块的存款，还盖了那么大的房子，区3000块钱对他来说就是9牛1毛。他有那么多钱，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哥亲妈饿死街头吧？走，咱们上山找他去。他要是敢不给钱，咱们就在他那新房子里住下不走了。秀秀，带林爷爷进屋去，我不叫你们别出来。外面的疯狗，我来打发。二弟呀，你可得救救你亲哥呀！债主现在要把老宅收走，咱们一家人马上就要没命了。老二，哥这次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手里宽裕，你现在拿出3000块钱替哥把高利贷还了。你那新房子房间多，先腾出2间给哥嫂和妈住，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陈建军，我看你不仅是做生意没脑子，连记性都被狗吃了。我再说最后一遍，咱们已经分家了，白纸黑字村委盖了公章的分家断亲书，你是不是想让我拿出来贴在村口的布告栏上，让大家伙重新复习？分家怎么了？分家血缘关系也断不了。你现在是万元户，几千块钱对你来说算个屁，你拔根汗毛都比我们的腰粗，接济一下亲哥怎么了？我凭什么接济你？当初我结婚差300块钱彩礼，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刚盖了新房，没钱，我被退婚，你们怕我留在家吃白饭，连夜把我赶上这座荒山，连一床御寒的棉被都没给我。我第一天在山上炖了块肉，大嫂就像闻着味儿的绿头苍蝇一样跑来要端走。半夜3更，她还拿着麻袋来偷我的救命草药。现在你们自己贪心不足，被骗光了家底，跑来跟我讲血缘，讲亲情。我陈建国的钱拿去铺路，也绝不会给你们这种白眼狼1分1毫。滚！建国啊，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啊！我可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妈呀！你住着红砖大王，吃香的喝辣的，要眼睁睁让你亲妈流落街头吗？你要是不拿钱救你哥，就是不孝，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呀？妈，您少拿这套来压我。当初分家的时候，老宅归大哥，家里的积蓄归大哥，5亩好田归大哥，说好了由他给您养老送终。我净身出户的那天，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了您200块钱，200块钱抵得上城里工人小半年的工资，按照现在的物价，足够您好几年顿顿吃白面大肉。我尽了我该尽的本分。是您自己把那200块钱偷偷贴补给了大哥去买树苗，现在赔光了，您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不孝？建军啊，你们这事儿办得太缺德了！建国当初给的养老钱你都拿去挥霍了，现在还有脸来要钱？就是建国凭自己本事赚的钱，凭什么给你们填窟窿？你陈建国，我不管！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不走了，死也要死在你这新房子里！妈呀！我这里不是善堂，更不是收容所。你们如果敢跨进这扇门半步，我不介意再报一次警，告你们私闯民宅。大黑、二黑，守好门。我的老宅呀，造孽呀！妈，你醒醒啊！老天爷呀，复活了！我就不服，凭什么他陈建国一个被赶出家门的泥腿子，能在短短半年里盖起大别墅，赚得盆满钵饱？老子在小河屯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今天老子非把他的摇钱树烧成一把灰，让他一夜回到警方前。三哥，放火烧山可是重罪啊！万一风势控制不住，把大梨树村烧了怎么办？听说陈建国手底下有10几个青壮年巡山，还有2条狼狗，要是被抓住了，闭上你的乌鸦嘴！这半夜3更的，他们睡得跟猪一样，谁能发现？古玉预警，铁丝网断了，有煤油味，好大的胆子！偷东西不成，竟然想放火烧山！这秋干干物燥的，一旦火势蔓延，不仅我的果园要完蛋，连大梨树村几百口人的性命都要搭进去，这是丧心病狂！大强、柱子，全队集合！有贼进山，带了煤油想放火，不要打惊蛇，把2条狗给我按住了，带上家伙，跟我去3号草药田布口袋镇。今天我要给他们来个瓮中捉鳖。收到，建国哥。这帮畜生敢烧咱们的饭碗，今天绝不放过他们！就是这儿，快把煤油都给我泼上去，浇匀一点。我要让陈建军明天早上起来哭爹喊娘。泼完了，三哥。别动，把手里的东西放下。马三，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来我陈建国的地盘上玩火，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命太长了？陈建国，你少在这装神弄鬼，老子就是路过。怎么，这后山你包了，还不许别人走路了？路过，提着2桶煤油路过，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狡辩？放火烧山，破坏国家森林资源。马三，你今天就是有100张嘴，也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妈的，既然被发现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都给我让开！谁敢拦我，老子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陈爷爷饶命，我们投降，都是马三逼我们干的。把他们3个全绑了，派2个人去镇派出所和镇消防办报案，就说我们抓到了企图纵火的现行犯。剩下的人把地上的煤油用干土覆盖，彻底消除隐患。是，建国同志啊，多亏了你提前防范，果断出击，那可是整整2桶煤油啊！火势一旦连上长白山余脉的原始森林，后果不堪设想。你这是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产安全啊！你临危不乱，不仅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
更有着极高的思想觉悟和警惕性。镇党委和政府决定，不仅要对这种纵火的恶劣行为进行严惩，更要重奖保护山林的英雄。镇长过句了，这片山林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更是我们全村人子子孙孙的金饭碗。只要有我陈建国在一天，谁也别想动这片大山一根汗毛。这穷山恶水的，连条百公路都没有，车底盘都差点给我刮花了。要不是检验科说这村里出的草药药效是普通草药的3倍，我郑某人这辈子都不会踏进这种泥腿子呆的地方。郑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能种出那种极品药材，这片水土绝对不简单，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宝地呀！哼，两位看着面生，远道而来，找我陈建国有什么指教？你就是陈建国，行了，握手就免了。我这西装几千块钱一套，弄脏了不好洗。我今天从省城大老远跑过来，是来给你送一场泼天富贵的。泼天富贵？那郑老板不妨坐下说说看。秀秀，倒茶。拉链打开。老天爷啊，10万块！我的个乖乖，这能把咱们整个大梨树村都买下来了吧？这省城来的大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建国这回是真要飞上天了。陈建国，看到没有？这10万块现金现在就可以属于你。我要买断你承包这片后山的30年合同。另外，你把培育这些极品草药的秘方，连同这栋红砖房，全部转让给我。拿着这10万块钱，你可以带着你的小媳妇儿去省城买2套大楼房，过上顿顿吃大肉的城里人生活。怎么样？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是不是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了？郑老板，你的饼画得很大，钱也很香。不过，我陈建国没兴趣。你说什么？陈建国，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可是10万块！你在这穷山沟里种一辈子地，能赚到这么多现钱吗？你别不识抬举！我不识抬举。郑老板，你用10万块钱就想买断我这片日进斗金的聚宝潭，买断我后山源源不断的根基，你这算盘打的，我在大绿树村都听得一清二楚了。10万块钱确实很多，但我陈建国如果拿了这笔钱走了，这座山的主人就变成了你。你这种连进村都嫌弄脏了鞋底的资本家，会管我们村老百姓的死活吗？你会像我一样，把利润分给这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吗？绝对不会。这大柳树村是生我养我的根，这片山林是我带着乡亲们一锹一凿平出来的。我陈建国这辈子绝不做一锤子买卖，更绝不会为了贪图城里的享乐，把祖祖辈辈的土地和乡亲们的饭碗卖给外人。我不赚那种绝骨的快钱，我要留在这片土地上，带着全村人世世代代的富下去。咱们没抛错人啊！10万块钱怎么了？咱们建国又亏损100万！好你个陈建国，给脸不要脸是吧？你守着你这片破山头过一辈子吧，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的收购渠道，你种出来的这些药材卖给谁？在这个省，我郑大福贵要是发话，谁敢收你的药？好大的官威啊，郑总，你代表的只是你自己的私人公司，可代表不了全省的医药市场。老李，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可是一起来的。陈同志，刚才你那番话说得好，说得太透彻了，不仅有胆识，更有大格局。这年头，面对10万现金还能坚守乡土、不忘初心的人，太罕见了。李主任过奖了，做人总得守住一点底线。陈同志，我今天来其实是受了厂里的委托，我们省第一制药厂目前正在寻找高品质的中草药培育基地，你的药材我们化验过了，各项指标远远超过国家特级标准。我代表省第一制药厂正式向你提出合作，我们不买断你的山，也不要你的秘方，我们愿意跟你签订长达10年的独家高价供货协议，并且我们厂愿意出资30万建一个草药初级加工厂。陈同志，你不仅是供货商，还可以乡亲们就地加工，利润共享。哈哈，好，李主任，就冲您这份诚意和尊重，这份合同我陈建国签了。太好了。建国厂长，建国厂长。乡亲们，今天厂子定下来了，以后大家的饭碗就彻底稳了。但对我来说，今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大事。下个星期6是个黄道吉日，我陈建国要正式迎娶林秀秀过门。就在这栋新房子院子里，我摆3天3夜的流水席，全村老少必须全来吃大肉，喝喜酒。省第一制药厂李主任到，随礼888块，外加牌匾1块。现回春堂赵掌柜到，随礼666块，百年好合。我的老天爷，这随礼的钱够咱们全村人干一辈子的了。那是，建国现在不仅是万元户，更是咱们省制药厂在大李树村分厂的陈厂长，这牌面县太爷来了都比不上。秀秀，你今天真美。
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女。建国哥，你今天也很俊。爷爷，感谢您把秀秀交给我。我陈建国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发誓，这辈子绝对不让秀秀受半点委屈。我会用我的命去护着她，爱着她，让她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好孩子，好孩子，爷爷信你。快起来，外面的乡亲们和领导们都等着敬酒呢。听到了吗？那鞭炮响了一上午了。建国今天娶秀秀，摆了100桌的肉啊，连省里的大领导都坐着小轿车来随礼了。要是当初咱们没有把他净身出户赶上山，要是咱们没有半夜去偷他的草药，要是咱们没有把他那200块养老费拿去买假树苗，我瞎了眼啊！我放着县城的财神爷不要，我硬生生把这泼天的富贵给推出门了。我原本是可以当厂长的大嫂，坐在主桌上吃大肘子的。报应啊，这都是老天爷给咱们的报应啊！建国，妈错了，妈真的错了。赵翠花，你个扫把星，洗个衣服磨磨蹭蹭的，赶紧洗完回去给老子做饭。要是耽误了老子打牌，晚上让你好看。知道了，马上就洗完。听说了吗？大刘树村的陈建国今天结婚，100桌流水席呀！新娘子林秀秀身上戴的都是省城买的金项链、金镯子。那陈建国现在可是大厂长，成了咱们这10里8乡最大的首富了，可不是嘛？当初听说陈建国还跟赵家定过亲呢，结果赵家为了300块钱临时退婚，现在好了，人家找了个更好的，赵翠花却嫁给了二狗子这个无赖，这就是命啊！哼，陈建国，那些原本都应该是我的呀，那气派的红砖房，那耀眼的金首饰，那万人敬仰的首富夫人的位子，全都是我的！秀秀，你看，这片山、这个厂，还有这座村子，半年前我带着一口破铁锅上山的时候，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建国哥，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因为你不仅有本事，更有一颗干干净净、顶天立地的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哪怕是一直住茅草屋，我也觉得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住什么茅草屋？我陈建国的媳妇儿就该住最好的房子，过最好的日子。秀秀，加工村厂下个月就能投产，咱们不仅要带着大梨树村的乡亲们发财，以后还要把咱们的极品药材卖到全国，甚至卖到国外去。我要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商业帝国，让咱们未来的孩子永远过上最踏实、最富足的生活。